提到神州这个品牌，相信大家的第一印象往往都是这样，还有这样的游戏本。他们往往不太注意外观、做工这些细节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低价高配，靠性价比来取胜。但是这次我拿到的这台特别的电脑，它与神州以往的产品很不一样。如果我不说，你甚至猜不出来这是我们熟悉的神州啊！它就是神州最新发布的中高端游戏本《战神 T8》。那作为神州全新产品线的一员，这台电脑采用的不是大家熟悉的蓝天模具啦，而是神州的丝膜。外观是它与其他神州游戏本区别最大的地方。它的 A 面采用了金属加磨砂的材质，终于不是大塑料了啊！无论是质感还是光泽都要好很多。A 面中央和尾部添加了红色的光效，应该是没有办法关闭的，比较高调。比较意外的是，这台电脑的键盘还支持4分区 RGB 啊！果然没有光污染怎么称得上高端嘛？只是键帽的透光性感觉还是差了一点，白天呢其实不太好看出来。机身的 CD 面就是常规的工程塑料了，手感比较普通。大家觉得这台战神 T8 的外观如何呢？就我个人来说，神州之前的经典造型我实在是看腻了。相比之下，这款战神 T8 的颜值高了很多。虽然算不上精致啊，但至少也能跟其他主流游戏本位于同一起跑线上了。哎呀，这个年头大家都想做中高端啊，那么它的实际表现如何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你能找到答案。我们照例来看一下配置，这台电脑采用的是 Intel 的 i9-13900HX 处理器，8个 P 核加上16个 E 核，一共24核心32线程。显卡是最高140瓦功耗的 RTX 4060，内存是32GB 双通道，而且是5600兆赫兹的高频。硬盘是1TB 的三星 PM9A1，屏幕采用了16英寸 2.5K 分辨率16:10的 IPS 面板，标称色域100% sRGB。从配置上来看，这台电脑确实有一些高端的味道。处理器用上了性能最强的 HX 系列，内存屏幕的规格也比较高，它的参考售价是8999元，比神州以往的价格都要贵一些，跟一线品牌相近配置的游戏本差不多。外观在开头就看过了，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神州中高端游戏本的屏幕表现如何吧。屏幕是可以单手开合的，最大约130度，这应该是神州首次在游戏本上采用240赫兹刷新率的16:10屏幕。实际观感呢，也确实比16:9更好一些。左右和上边框比较窄，下边框呢2指宽。不过屏轴的稳定性还是一般，容易晃动。这块面板来自新东方，实测色域容积109.4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9.3%的 sRGB。色准方面，平均 Delta E 2.6，最大1.39，对于一块没有校色的屏幕来说，已经是良好水平了。实测色温6300K， 低于标准6500K， 看起来会稍微偏暖一些。屏幕中心最大亮度528尼特，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。响应时间方面，黑白8.9毫秒，灰阶13毫秒，也算是主流级别的成绩了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块屏幕算是达到了中高端游戏本的水准了，分辨率和刷新率够高，其他方面也没有明显的短板，玩游戏呢是绝对够了。不过啊，在测试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小问题，就是每次打开或者关闭控制中心的时候，系统都会自动把亮度调到70%，非常奇怪啊。接下来继续看 C 面，电源键位于中央，有红色指示灯。键盘是经典布局，数字小键盘和全高方向键都得到了保留。按键的手感则是略微偏硬，和以往的机型有所区别。触控板属于中规中矩的水平。最后看下地面，上方是一排长脚垫，中间是大面积的进风格栅，它的热管和铜片都做了黑化处理，从进风口看进去不会像经典机型那么突兀，和机身配色也更加统一。整机厚21.6到26.9毫米，机身重2.43千克，适配器866克。体型比主流的游戏本略微厚重一些，更偏向 Y9000P 那样性能向的游戏本。接口部分，左侧是 5G 速率的 USB-A 口和3.5毫米耳麦口，右侧是10G 的 USB-A 和2个全功能的 Type-C， 后侧还有一个 USB-A、HDMI 和千兆网口。这个接口规格已经比较丰富了，连 PD 充电都有啊，位置排布呢也合理。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雷电4，日常应该是够用了。当然，光看外观还不够，下面聊聊它的性能表现吧。CPU 方面，它采用的是 i9-13900HX， 属于目前 Intel 最强的 HX55 系列，同样是标压处理器。HX55 和 H45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在核心数上 ，H45 系列最多是6个 P 核加上8个 E 核，而 HX55 则是最多拥有8个 P 核加16个 E 核，核心数量直接对标台式机。当然，更大的核心规模也意味着更高的功耗，只有散热比较好的性能向游戏本才能发挥出它的实力。另外 ，HX55 的 i9 与 i7 之间差距也比 H45 更大。
H45的 i9-13900H 和 i7-13700H 除了频率以外几乎没有差别，而 HX55的 i9-13900HX 相比 i7-13700HX 不仅频率更高，核心数也更多，在内存支持频率、缓存容量和制程供应方面也有一定的区别。总之，如果你追求极致的 CPU 性能，那 HX55系列的 i9 会是更值得考虑的选项。接着来看一下实际跑分。单核性能部分 ，Cinebench R13单线程这台电脑可以跑到2118分，分数属于正常水平，在今年我们测过的 CPU 里可以排到第一梯队，相比 AMD 阵营也是保持了一定的优势的。多核部分跑一遍 R13循环，这台电脑的分数很高，全程都在29000分以上，而且波动不大，稳定后分数甚至能比 Y9000P 更高一些，更是远远超过了各种 H45处理器的游戏本啊！果然核多就是王道啊！从测试过程的 log 可以看出，第一轮的 CPU 功耗可以达到150瓦，之后每一轮都能够保持在140瓦以上，而且全程没有多少波动，很猛。这么高的功耗，想必温度也很高吧？哎，你要是这么想就错了啊！其实它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在90度左右，只有2次短暂达到了100度。这个温度虽然算不上低，但是呢也保留了一定的余量，并没有顶着强跑。在跑分过程中 ，P 核频率3.9 吉赫兹，E 核频率3.3 吉赫兹，这可是一颗24核的处理器啊！维持这么高的频率属实不容易。显卡部分，140瓦的 RTX 4060属于今年的主流配置，在控制中心里有一个超频模式，开启之后就能给核心和显存再提一点频率。在默认状态下 ，TimeSpy 10402分 ，FSE 12472分 ，Superposition 校试6301分，常规水平。如果打开超频，则还能提升3%左右。理论跑分测完，下面跑几个游戏试试吧。网游部分，原生 2.5K 分辨率下 ，CS:GO 530帧，最终幻想14 103帧 ，Apex 109帧。这个帧数玩起来基本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里有一个奇怪现象，就是打开独显直连后 ，CS:GO 的帧数相比混合模式反而降低了。好在呢，这个问题只在 CS:GO 里比较明显啊，其他游戏混合和直连基本没区别，实际用起来呢也没什么影响。大型单机部分，性能需求较低的地平线5和古墓丽影都能跑到70-80帧。其他单机则在50帧左右。4060对于 2.5K 分辨率全开来说还是稍微有些吃力的啊，稍微降低一点特效或者开个 DLSS 就能畅玩。如果是在 1080P 分辨率下，那帧数就能提高不少了，所有游戏都能够跑到70帧以上了。另外，打开显卡超频后的成绩我们也测了一下，确实能稍微提高游戏帧数，在测试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不稳定的情况。最后，我们来试一下最近爆火的《博德之门3》。作为骨灰级 CRPG 的粉丝啊，我3年前就买了 EA 版的，最近正式版终于出了，我也是天天沉迷其中啊，梦里都在掷骰子。这一座基于桌面跑团游戏《龙与地下城》的第5版规则，战斗类似回合制战棋，游戏的自由度很高，你可以当一个手续善良、助人为乐的老好人，也可以当一个混沌邪恶、见人就砍的混蛋。游戏流程很长，前几章相对开阔的场景整体压力不算大。2.5K 全高画质可以跑到60帧左右，瓶颈主要在显卡上。打开质量档的 DLSS 之后，就可以获得70到90帧的流畅表现。而到达第3章飞龙关之后呢，由于同屏人数大幅提升 ，CPU 压力骤增，帧数会出现比较大的波动，显卡占有率也跑不满了。综合来看，这是一个对 CPU 显卡都有要求的游戏。再来看生产力应用吧 ，Adobe 3件套 ，PS 可以跑到1295分 ，PR 1322分 ，AE 1177分。得益于 i9-13900HX 的强劲单核性能，它在比较吃单核的 PS 里得分很高，而在24核核心规模和高频内存的加持下，它在比较依赖多核性能和内存的 PR 和 AE 里分数也很高。虽然这台电脑的外观可能不太低调啊，但是拿它做一些创意设计的工作其实还是可以的。最后，反映各种专业软件性能的 Spec Workstation 我们也跑了一下，可以看到这台电脑在 CPU 相关的项目上有很大优势，而在 GPU 和存储上则差别不大。简单总结一下，战神 T8 的性能表现不错，不仅 CPU 和内存都给了较高的配置，性能释放水平也很好，能很好的发挥出 CPU 的实力。实际应用方面，网游基本无压力，大型单机呢也基本够用了。生产力方面，只要不是特别吃显卡的软件，也不在话下。下面进入比巴传统的拆机环节，这台电脑拆机不难，卸下底面的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这台电脑的主板和重要元件都经过黑化处理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太省轴。电池容量是62瓦时 ，PCMark 10现代办公续航成绩为2小时53分钟。这种 HX55处理器的高性能游戏本普遍续航都不长，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要插着电用的。
原装的硬盘是1TB 的三星 PM9A1第一梯队的高端固态，旁边还有一个预留的 M2可以自行加装。内存同样是三星的，由2个16GB DDR5 5600兆赫兹组成双通道。跑分看图，目前大部分游戏本还是4800或者5200，5600可以算得上是高频了啊。无线网卡位于左侧，型号是 Intel 的 HR11，支持 WiFi 6E，实测网速和稳定性曲线我们做了表格，感觉 HR160的上传速度偏慢一点啊，平时用的话应该影响不大。最后是散热，它采用了双风扇5热管的散热模组，其中一根小热管为 CPU 独占，2根大热管为 CPU 和 GPU 共用，还有2根用来给供电和显存散热。其实从尾部来看，灯条挤占了一部分散热鳍片的空间，感觉这条配置啊并不是特别豪华。不过呢，也许现在这个鳍片宽度就已经够用了。下面用烤鸡来实测一下效果。室温25度，单烤 FPU，CPU 可以维持在125瓦，温度90度 ，P 核3.7到3.8 赫兹，E 核3.1赫兹。这个 CPU 散热在非液晶的游戏本里已经很强了，跟 Y9000P 普通版差不多一个水平。单烤显卡 RTX 4060维持在140瓦，温度82度，频率2355兆赫兹。双烤 CPU 的功耗会有比较大的波动，大致在50到100瓦之间，温度呢则是在75到90度之间。显卡120瓦左右，81度。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成绩，我们关闭 Dynamic Boost， 并且把显卡锁在120瓦，这样 CPU 的功耗就不会抖动了，一直维持在50瓦，79度。显卡则是120瓦，82度。这 CPU 双烤还不到80度，感觉散热还有余量嘛。于是呢，我们拉高功耗，重新跑了一下，结果 CPU 能够跑到70瓦，86度，显卡120瓦，84度。这核心散热比很多主流价位的一线游戏本都强，你敢信？而且从温度来看，其实 CPU 还有一些余量，没达到它的极限。表面温度部分，键盘中间靠右有一片高温区，最高44.1度 ，WASD 键位倒是挺凉快，只有34度。这个表面温度控制只能算是一般了啊，主要是高温面积偏大。最后是噪音，狂暴模式下满载人位分贝值是58.6分贝，体感明显偏吵，有条件的话建议配合耳机使用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的散热表现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它的核心散热，尤其是 CPU 部分很强，而表面温度和噪音控制则是比较一般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款新模具的散热确实比以往的机型有进步，值得表扬一下。好啦，测试了这么多项目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的表现也有一定的了解。按照惯例，这里